大家好，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美国人是怎么处理家暴的。在美国，夫妻间吵架轻易别给警察打电话，否则的话后患无穷。最近呢，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，他就给我讲了他自己亲身发生的一件事儿。她呢，因为连续几个晚上都跟她老公吵架，而且吵的声音比较大，因为她邻居是美国人，结果呢被这个美国人给报警了。因为我这个女朋友吧，她老公也确实打了她，而且她的脸上有一点轻微的伤，所以警察来了以后呢，逮捕了她的丈夫，而且呢把她的女儿也带走了。为什么带她的女儿呢？是因为他们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就认为他们没有资格来抚养孩子，然后政府出每月1000美元的钱，让他找他的朋友放在他朋友家里寄养。那在寄养期间，他们夫妻都是不可以去见孩子的，这个时间是需要3个月的。那他的孩子也才12岁，又从来跟妈妈没有分开过，每次打电话就哭。他也想女儿，然后每次呢就会做点好吃的送过去，也不敢跟女儿见面，放在门口就走。一旦发现他偷偷的去见他女儿的话，他将会失去对女儿的抚养权。把孩子带走这种事儿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，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其实这一点上吧，我也觉得很难理解。咱们再说一下她的丈夫。丈夫被警察抓走是需要高额的保释金的，而且他们家呢就是靠她丈夫工作养活一家的。如果她的丈夫坐牢，他们将会失去经济来源。所以呢，她也非常的后悔，也不能失去丈夫呀。而且自己年幼的女儿也需要丈夫的照顾呀。所以呢，她无奈之下找了律师事务所，希望可以帮助她的丈夫回家。找律师的费用也非常的昂贵，2个小时就要500美元。那她呢就跟律师说，她希望丈夫可以回家，并且表示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时冲动，彼此之间呢要好好沟通的话也不会吵架的。那在律师以及检察机关不断的交涉下，她的丈夫顺利回家了，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可以去见他们的女儿。那政府的调解员呢就跟他们讲，如果你们真的过不到一起去了，你们就可以选择离婚。但是呢他们不想离婚，可是呢他们夫妻2人需要一起完成一定的婚姻辅导课程，然后呢看他们的表现，3个月以后他们才可以把自己的女儿接回家来。其实在中国，夫妻之间有矛盾吵架，甚至一些轻微的这个打打骂骂的话，警察是不会介入的，处理的方法也无非对夫妻之间的批评教育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在美国因为文化背景不同，美国的司法处理夫妻间的吵架、肢体冲突一般都会比较严重，尤其是家暴，比处理一般的小偷小摸的这种事情还要严重。像我朋友他们还好，他们的吵架就是说他受伤不严重，如果严重的话，那她的丈夫真的是要坐牢的。一般来说，被警察带走的施暴者都会被关几天，然后呢上庭听审，再交保释金才可以释放。而被打的一方都会得到保护令，保护他不会再一次被伤害。那保护令呢分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。有条件的保护令允许施暴者回家，但是呢不能再对受害那一方发出任何威胁。受害者一旦报警，那施暴那一方就会再度被抓。而无条件的保护令就是禁止施暴者回家，甚至禁止施暴者给受害方打电话、发短信等任何形式的通讯，也不能通过第三者与受害方接触。这种保护令通常的期限可达1年之久。在美国，任何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，无论你是移民的身份，或者是公民的身份，或者你是来旅游的身份，都可以寻求帮助。
而前几年中国游客来美国旅游，夫妻2个当街吵架，被路人报警，导致男方被捕的案子也屡屡发生。所以呢，也提醒将来要来美国旅游的游客，也要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，还有一些相关的法律常识。在美国，夫妻吵架一旦惊动警察，就不再是家务事了，被捕的一方因此留下了案底。如果是新移民，对将来留在美国办理身份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。如果是游客身份，也会影响到以后再次入境美国。所以呢，我那个朋友跟我讲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后悔。他们每个星期要去上课，自己呢还要支付课程费用，同时呢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，真的是后悔莫及。在美国，如果夫妻双方打架导致离婚的话，丈夫也会失去对孩子的抚养权。所以呢，我那个朋友因为他们当着孩子的面子吵架打架，警察就认为他们双方是不称职的父母，或者会对小孩造成阴影，所以呢，孩子才会被放到寄养家庭里，一直要等到夫妻2人完成了家长教育课程，知道如何为人父母，然后才会将小孩的监护权归还给他们亲生父母的。所以呢，新移民来到美国，千万不要以为夫妻吵架是自己的家务事儿，不关别人的事儿。据说呢，以前呢，因为家里吵架而报警，警察来了也只是警告几句就了事儿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有新的反家暴法规，要求警察在收到家暴的求救电话后，必须要逮捕一方或同时逮捕2方。以前在国内经常听老人说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但是在美国，你动手打孩子试试看，分分钟钟惹上大麻烦。如果是邻居或者外人，或者到学校老师发现孩子身上有被打过的痕迹，他们都是有权利可以报警通知警察的。那警察呢，也会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来决定是否你对孩子有抚养权。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，不管你到哪个国家，都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，取长补短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个人素养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大家。